for Lamum 六六大顺。嗨，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啊，不要拿来。很多新加入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们俩呢，在大马已经过到第几个新年了？你猜猜看？3、2、1，王太公布。2个半了。啥就2个半了？这很难说清楚啊。好，王太来公布一下。3年。哎，这我们已经在大马过到第3个华人新年了，你肯定不知道，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给大家听。在一个外国人进入大马、融入大马之后，3个新年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做了分别哪些事情呢？心态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每一个新年啊，我们中间再抽一个卡片来念念这些好口彩啊、吉利话给大家。最后，我想比较搞笑的，把大家捞生1到10的话，学着广东话来读一下，肯定是分来财呀，3冲4拜，这样一个什么大马的地方，肯定是。非常非常变音，非常非常走调的，大家赶快来纠正我啊！这个我放到最后。节目我们有个宗旨啊，是王太寻找中年人在异国他乡生活的勇气和幸福。每次都要把我变得不一样。我们有2句话啊，看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是追求中年人的幸福生活，然后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就这个2句话啊 ，OK。那么第一个新年，我们是2023年几号还记得吧？我们是1月22号。对，1月22号。很多人会想，哎，1月22号是什么日子？我们可以告诉你，它就是兔年的大年初一啊，它就是那一年的新年的大年初一。我们是拿着11个箱子500磅重的东西，3个人到达了大马，而且下午的飞机我们放了一下行李之后，还拖着箱子是吧？就去了 The Curve 那边，那个已经当时是晚上。对，因为没有带枕头，要去那边的宜家啊买一些东西，就在 The Curve 那边，还拖着一些箱子，饥肠辘辘。但是那个就碰到了，我们在大马碰到的第一个场景，也是大年初一晚上遇到的最感人的事情。其实我到现在都是印象深刻，我不知道你怎样。是，其实那天我们到达吉隆坡机场已经是下午大概3、4点钟这个样子，然后一路过来，老实说在机场里面并没有看到非常隆重的这种年味，然后一路过来我们放了行李就直奔这个 The Curve 去买枕头。对，就是其实 The Curve 那个大家可能也知道，其实也是比较老旧的一个商场，它的那个新年 decoration 是有，但是那个时候给我们感觉就真的是好像过年了这个感觉。但是就我们漫无目的的走在这个购物中心的里面，在闲散步的时候，就发现说有意2对，一对是印度裔的感觉，他们的眼睛非常的深邃，然后肤色稍微深一点，没有戴头巾那个小孩，然后他们就停下来。我记得那个年轻的可能30岁都不到的一个爸爸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停下来，然后2个眼睛弯成这个像2个小括号一样，笑眯眯的跟我们说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对，就是一个陌生人，他就是这么兴师动众的停下来，然后对跟我们说 Happy New Year Chinese。 我记得那天晚上还是暮色浓重，你看我们刚到大马，其实呢感到还是有一些冷清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去买着枕头，肚子还是饥肠饿饿。我记得他们往这边走过去，我们是在旁边这样走，另外一个方向啊，跟这个他们行进，手上是有一些箱子的，因为要买蛮多东西。就在交错而过的时候，别人停下来转身跟我们讲的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对吧？这个非常非常感人。那个朋友圈还写了个日记之类的。对的。那这一天和后面几天啊，碰到了很多次。哎，没事啊，我们请王太先来抽一张这个卡片啊，我们先跟大家念一个吉利的话啊，看看有些什么好口彩。是什么？久住东风，且共从容。哦，这写的不错啊，送给大家。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一起非常从容。我记得那天和后面几天我们住的在 Tamasha 那边，我们住的这个那个屋子的电梯走进走出的时候，碰到其他族裔的朋友也都会跟我们讲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对，就有一天，然后我们坐电梯到楼下停车场，突然之间当中进来了一个戴着头巾的，感觉应该是马来小姐姐。我记得她的头巾是粉红色的，特别有意思。进来就跟我们也是含笑，然后打了个招呼，是 Happy Chinese New Year。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们到大马一开始这个背负着好多好多东西，很冷清的，一下子就开了一个好头，而整个华人新年的过程，我记得呢，还是很有乐趣的，让我们第一年在大马就过出了很多哇哦，我们应该也，我们那时候还没开始做节目嘛，但我们后面也回忆了很多，像你还记得有哪些我们在那一年华人新年过的东西啊，做的东西？生嘛，在朋友家去捞生，大年初3还是那天晚上，去朋友家里面去过新年，吃那个团年饭，对，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带我们去逛商场，去各种各样的 SIM 卡，然后带我们去孩子的学校，对一圈，然后帮我们租车都开了。是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啊，回忆过很多次。你想我们大年初一到的，第二天早上睡醒就9点多，朋友就帮我租好的车，开着车到我们这儿，带我们去商场，一通事情办下来，对吧？跟我们一起还吃了麦登宽。那个春节我必须要说，我其实挺不想回到那个你们前东家提供那个公寓，因为它挺简陋的，然后很多的家具，老实说心里是有落差的，但是当时就是阻止自己去往这方面去想嘛，所以一有机会就往外面去。我觉得在外面感受这个年要比在这个小公寓里面感受这个冷冷清清要好得多。是，所以你看。我们刚到这里，其实你看我们的用语也没有转过来。那时候一直说的是春节过春节，但是人的温度，是陌生人，是朋友，是同事啊。王太刚讲的初3，你看第3天就有朋友说你到我们家来吧。哎呀，我们就驾着那辆车到他家，看了他们整个大家族是怎样过这个华人新年的，整个真的都是非常大开眼界。我刚好像不小心又讲春节了，所以。它是形成了两个反差。路边呢，我们刚到大马就说，哎呀，这找东西好像也没有地方有吃的，好多店都关了，几时会开啊？也不知道，路上也没有什么车啊。哎呀，就是整个就是全靠人的力量，让我们感到哇，这个过新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啊，我们孩子他们的学校一年这个华人新年也就放3天，好像。立刻就去上学了，把他送完之后就在学校附近随便乱逛。我记得印象很深，那天我们就漫无目的的开到了乌拉港。对啊，我们开到乌拉港，好像也是个华人新村嘛。我也想说这个，乌拉港其实蛮大的一个华人新村，但是在新年的时候是非常冷清的。没什么人，我就是在那边感觉到啊，原来人家是要过年，因为我们那天到乌拉港去的时候，它的很多摊点已经开门营业，我们去吃了烧腊，而且是我记得那一天就看到很多的50少年在那边排队，在排练。排练完之后，他们就好像是沿街，就是让到每一家，然后在门口就是估计是讨口彩嘛，然后我就看到那些路过的沿街的店铺或是住家就会出来给他们塞红包，当时我是很震撼的。对，我是和后面几年啊华人新年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冷清，或者和平时日比起来，我们也看到了舞狮。然后呢，我主要是觉得好像人不是我想象的这么多，这么热闹。我们去了几家店，有一些都关了，有一家卖烧腊的开着。当时我拍的一些照啊，都留着，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这是第一年嘛，你还有些什么补充？第一年，我记得就是那家烧腊店印象很深，他的酿豆腐，我跟老板还在那边聊，我说你家酿豆腐好特别啊，怎么感觉里面有咸鱼的味道？对，他说是的，我们家的特色就是我在这个鲮鱼馅吧和猪肉调完之后，我还会放一些我们家的这个咸鱼在里边，深刻的，那么好吃，真的是可以说啊，第一年是一个最小的种子。我们呢，把新年该做的事情其实都做了一遍，包括我们带 Wilson 买了很多的烟花，也不知道去哪里放比较好，因为当时住在夏朗嘛，没有那么多感觉可以放烟花的地方。我们就开到了一个没有人的高速路旁的一个角落。哇，就开始点了，这个放完几支烟花以后，好多烟啊，也挺害怕的，赶紧开着车又走了。你看整个事情都做了，舞狮也有看到，但是第一年，说实话，我觉得如果用一个字啊
来形容的话，我们还算是一个旁观者，就刚刚走进大马的一个旁观者，体会了很多哇哦，有很多的对比，感到人的这个温暖。这和后面2年，哎呀，现在看起来每一年这变化还蛮大的。你说旁观者，我觉得我们家小孩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融入者。我记得就第1年来这边放烟花的时候，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放烟花有什么好玩的？你知道他回答什么吗？他说放烟花当然好玩啊，我放了烟花别人就看得到啊。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精神了，对，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这个烟花放得很开心，但是也很贵嘛。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在放烟花的时候，其实也是给别人增添的快乐，所以这钱我觉得花得很值得。这个把融入2个字已经说出来，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感受啊。这现在已经是第3年的这个新年了，我的感受就是这个。随后我们还会分享，那我们就来看第2年，看看这一年大马的年味本身是怎么影响到我们的，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啊。开始之前，我想请王太再抽一张啊，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好的口彩。大吉。对，这个就很简单哈，没有很多话，但是呢，就非常直白的告诉大家大吉。祝福看到的朋友也是大吉啊，如意，好吗？第2年呢是一个龙年了，王太，你能讲一讲那一年你记得我们做了一些什么？那一年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做团年饭嘛，然后我们还是主动敢的邀请了马来西亚一对朋友来这边跟我们一起过年。所以就是忙碌的这个年夜饭，又像我以前在中国忙碌这个上海咱们做年夜饭一样，这个感觉非常好。前后大概有1个礼拜的时间都在筹备这一顿饭。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橘子也已经来我们家了，好像年夜饭吃完之后，就大家都我们的观众就跟我们说，你们应该去看看舞狮之类的。还有观众就是把那个各个商场的舞狮的时间表发给我们看了，很多还很忐忑，说不知道舞狮看的时候有什么讲究。我们2个还临时抱佛脚就猛学了一通，知道当中有一个彩青，对吧？是。还有就是我们要准备红包，因为那个时候收尾的时候是要给这些舞狮团的要给他们红包嘛，然后我们就很忐忑。我记得我们是在 Starling Mall，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怎么说热泪盈眶，我真的是干了热泪盈眶，就感觉没想到哇塞这么惊险，一个是惊险，我真是为他们捏把，每个人都很敬业。第2个就是觉得说怎么大家每一个你就看的人不光有我们华人，还有印度裔跟马来同胞，甚至舞狮队里面都有印度裔跟马来同胞，还真有很多舞狮少年。对，然后我们2个还就突发奇想，就直接在那边抓了几个舞狮团的这个小朋友，还有他们的这个队长去跟他们采访。对，这个王太一下就说了好多回忆哦。那看起来啊，大家再回到第1趴，就我们讲年夜饭，年夜饭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有吃了年夜饭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新年。大家可能会叫团圆饭啊，有不同的称呼。我记得那一天我们还是过得很好的。那一天从将近中午，朋友就来了，我们边吃一点东西，用一点点心，喝一点红酒，一直到晚上我们再在湖边放烟花，才完成了这个一整天。他过得还是充实美好的，我觉得那个一天。对那几天就是你的那个朋友 Michael 然后过来，哇，那个好多朋友过来啊，想起来。对，还有就是我们亲爱的那个那一年带我们去买电话卡给我们租车的那个朋友，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操作，他是会跟你说我要到你们家来玩哦，然后他们就过来了。我强行拜年，让我看起来。对，然后这一招我们今年就学会了。对，然后我们再带他出去一起吃点东西，非常欢乐。我们当年，你想第2年就有1年是可以往回去回忆了，是吧？那看了好多的舞狮，刚才王太讲的，并且大家已经能看到我们频道的风格，我们爱学习，爱去往里面钻，我们就发现说，这叫高桩舞狮，是大马的独特发明，和中国的北派、南派舞狮都不一样，和香港的这个文化习俗也有点不一样。我们还特地去下浪那边去找那个舞狮制作坊的肖师傅当然也没有找到了。所以呢，我们做了采访，做了一些深入的学习，就感觉我为什么要提这一趴呢？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从根子上从里边到外面更进一步的去走进大马了，去理解它的这个文化的这个 root
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子。从那一年开始，我就有一个感觉，我们所看到的大马其实并不是某一种文化，比方说在中国的中华文化的一个复制品，也不是一个仿制品，它其实是完全的一个再制品，它是一个新生的。就我经常跟人打比方，我的感觉就是 OK， 可能大家取自于同一口井水，但是出来以后已经被做成了不同的饮料，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大马这个土壤上把这个苗给种下去，它长出的是一朵全新的花，全新的树和原先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把它称之为新，而我们对大马也有新的理解。而且你还记得去年应该说是龙年，其实各个装饰是非常漂亮的。就在我们那边，这个路边上、路上面的这个灯笼，甚至还挂着一个龙的头，这样，然后整个一串串的灯笼形成了这个龙的身体。我这个印象也很深的。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就是你在这边过年，你会发现说很多地方都去搞的这些仪式活动啊，什么还有包括很多观众跟我们说，你们应该去什么槟城啊、灯会这样去感受一下。就是你会发现说，原来很多过年的元素是被年味制造出来的，而且这些年味都是不要钱的。因为仔细想一想，我们在上海，我们是很少有这样的群众性的这种免费的这些过年的活动的。在上海唯一的我印象深的就是我们叫一元灯会嘛，灯会每年都是收钱的，我们从来不会去嘛。然后商场里面也不会有这一类的活动，可能最多就是稍微装饰一下而已。你说这个舞狮这样的事情，大家像排班表一样，可以就是免费的去各个场地就去看，然后你能够一天把自己这个过年的行程排得很忙碌，你就光看这些各种的庙会啊之类的，你就可以过一个很热闹的年，而且是不要钱的年。我觉得让我震惊了。我觉得对，我们就始于这样的一个礼仪呈现出很多的习俗和这个表现，它给到我们一个最直观的感性的冲击，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现在回想起来，因为那样的冲击，让我们有这样的意识，使得我们在整个2024年，你看后来我们做的一个慈善的活动，我们走进了很多的像这个会馆啊，或者这些宗族的他们的这些组织。读中啊，然后呢，到各个慈善的组织，去了解大马是有影响的。我现在想起来是有影响的，因为它给我们一个充分的印象。我们在中国，大部分的就像王太讲，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组织好的，你来吧，来就可以了。那么大家是缺乏一种自觉的，而在大马是可以体会到什么，就民间自觉，一个一个小的团体。你说按照姓氏来的，按照血缘来的，按照目的，像慈善啊，各个协会啊，宗教啊，这样的一些因素所组成的一个一个细胞，就像社会的一个一个有机生命体，他们自动自发的会去吸引周边的人。这是我们对大马最深的印象，也去理解了过去所有的一些感受，指导了我们未来的一些行为。真的是哦，对我们来讲就是打开了一扇新的门，然后对我们来说是引发了很多的好奇心，并且这个好奇心就是引得我们去做了今年一系列的关于马来西亚是华人的这个节目。对，所以说第一年小王融入的很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观察者，是走进大马。那么第二年呢，我觉得我们就是融入大马，对我们来讲就变成一个伴行者，一起能够有一些践行，有一些思考就产生了，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融入。我觉得等到第三年，又不一样了，那就是今年就在马上就要开始的这个华人新年，我们也不再把它称为春节了，我觉得称为华人新年也代表另外一种意思。好，那么开始之前，我还是再请王太再抽一个这个吉利的话我们送给大家。好运常在简单实在，好运常在。大家可以看到吗？今年是蛇年我觉得心态挺好的，就是要叫想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有什么。对，蛇年嘛，今年的想什么是吧？对，想有什么有什么，还要蛇全蛇美，什么都要有，对吧？要舍得，不要变蛇精病，是吧？蛇年非常好，今年大家来听听看，我觉得我们的变化是蛮大的。王太，你能不能说说看啊？今年的变化就是皮更厚了，更不要脸了。皮更对，我们一直说的是吧？对，强行主动的从接受
被强行拜年，变成了一个主动去要强行拜年的一个人。是的，而且我觉得我们啊，不单单看到一个繁花似锦的表象啊，大家在意年饼啊，会放烟花啊，舞龙舞狮啊。当我们自己也去践行的时候，发现不容易啊！你看大家说提前3周过年来不及了，我们也去到处去买年饼，对吧？主要是有一种补偿的心态吧，因为这边实在过年这年味实在是太浓了，然后我就会有一种想要把过去没有体会到年味，就今年要开始 gradually 的全部都补偿回来的这种长心态。好，你打算补几年？20年、30年、40年？能够先补一点就是一点嘛。我觉得不光是从年饼，就是我这种好奇心是在于说，我想要知道，今年干的一些蠢事儿，就是没吃过的年饼一定要买回来吃一遍，对吧？然后就算某一种年饼，比如说它有不同的口味，我也想每个口味吃一遍。然后今年还有一个野心很大的项目，就是要把能够买得到的肉干都要吃一遍，然后看一看哪一种最好吃。我发现你这个讲的对啊，你看。年饼的数量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朋友们，这是我的发现。因为以去年来说，我们觉得说年饼嘛，大家会吃，我们买几罐回来尝尝味道，或者别人给你的我知道是什么味道就好了。其实还是一种游客的心态，是旅行。但你变成游行和旅居的时候，其实不一样。我们买了这么多，就变成我的生活方式了。比方说下午、晚上。饿的时候，我们都会抓一些年饼来吃。这个时候，年饼给到你的补充，它不单单填到你的胃里，填到你的肠道里，也填到你的心里和大脑里，成为你记忆的部分，成为你思想的一部分。是的，而且对我来说，我也发现我也不是什么天选之子，说什么吃了年饼多了不会上火。就我们的那个观众群里面一直就有提醒我们说，这都是油炸类的高糖高油，准备上火。我还问他们什么是上火，他们就跟我讲了一下，什么爆痘啊，还有什么？便秘吗？我这2天是长青春痘了，对我有返老还童了。对，我们有很多观众很会养生啊，挺好的，挺好的。证明我已经融入到大马了，以前不会有上火的这种事情。我吃了年饼，我发现我也是正常人，我也会上火。讲到养生啊，就是大家在年后就要吃的健康、清淡啊，营养，少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大家就知道就应该去购买什么样的鸡肉了吗？强行拜年。好。所以我们啊就变了，因为当你很深入的准备，比如说今年我们也是准备这个团圆饭，王太也请了我们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你看就是从我们的观众变成我们的顾客，然后变成我们的朋友。王太的准备我看他是 gradually 陆续买一点，想一点，在我一个不怎么插手的人来观察的话，我就觉得这种介入程度我觉得会更深。我不知道你自己准备的话，你有些什么想法？我今年借力打力嘛，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我们的 Gray，我们的合伙人，然后我就很多可以通过他的这个专业的厨师的餐饮渠道去进到一些非常好厉害啊！而且呢，我可以拜托死不要脸啊，就是拜托 Gray， 我说这个东西我切不好，你帮我切一下，就是你可以借花献佛，你知道吗？OK， 你说参与度很深是深，但是劳烦程度没有打我脸啊！这次参与就是说你会就心烦意乱准备，这种焦虑感是大大的减少。而且就是献宝的心态就更明显，因为我不光一个人可以献，我还可以请我们的合伙人 Gray 帮忙一起献宝。你讲的不焦虑，我正有这个，就像吃年饼，就像你讲的这个准备，像我们一次出去的采购，大概有将近10次了。包括 Wilson 放烟花，我觉得他已经慢慢让我们变成一种相对习以为常的一些动作了，就不再觉得说好那个就打我脸，我打你脸。今天我们才买到了山地。对呀，我就觉得我不焦虑啊，我很焦虑，我不焦虑，我觉得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在那可以随时买到，就好像我们已经从一个叫大马过年的这个城市这个有围墙的城市，我们本来是在外面，后来是贴着围墙，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围墙里面，可以向外看看。其实去年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们有朋友，我的亲戚来的时候，我们就带他看这个看那个，就已经有一点点这个思想上的变化。今年就更明显了。别人如果说这个我们在大马的年味要比在中国的重，我都根本就不屑一顾。我觉得这个是自然的嘛。就好像这个非常非常正常，然后很深入。你像我们早上去 NSK，
就我就看着一个一个的这个家庭推着这个推车，一样样东西的买回去哦。我就在幻想他们在家要如何准备，朋友来了他们那种欢欣鼓舞的样子，他们一起吃东西啊，看电视啊，或者一起去玩，一起捞生的那种场景都能浮想出来，好像我那种生活变得更加那种想象变得更加 solid， 更加有画面感的扎在你的脑子里。其实我还感觉到今年跟往年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有创业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顾客，他们是从观众转化过来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话，对我们来说的话，我是有很多的挂念和怎么说，更多的献宝心态。就像有一些观众，我们会包括这次回上海，我们也是带了一些上海带来的东西，就趁着这个过年的机会，然后就是他们也非常关照我们，给我们下订单的时候，我就随我们的东西一块奉上我们这些手信，我们更惊喜，你知道吗？就是我在就传这样一个大局，然后他们收到这个东西，他们会有惊喜，我就是这个感受特别好，你知道吗？小惊喜那种不经意间，然后突然发现的，我们更懂了大马的年味了。就你看王太，我看有时候我们在送客人的这个货的时候，他在往里面会塞2个柑，这个就是有各种懂行懂规矩了啊，是有一些暗号了，比如说送他们我喜欢那些什么帆布包啊、日历啊，就是我揣摩他们可能会喜欢我在中国这之间还有中国我们一直吃的一些老字号的一些小餐点，我们也会给这些顾客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就是悄悄的奉上。觉得这个感觉太好了。对的，我们跟大马人之间的来往就变得更加。我用一个词就是如胶似漆了，就是说黏黏的啊，然后大家很难分彼此的。我们收到过很多朋友给我们寄送的这个礼物和年饼了，尤其我们在送货的时候，也有人会送我们东西。以前的一个观众后来邀请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啊，我们做了一个采访，最近又把手做的一大袋的这个年饼帮我们寄送过来，那个真的是做得很好的吧？你是内行人啊，你可以看到用料之扎足，包装之漂亮，你真的做不到这么好。我才体会到大家为什么喜欢买这个手做的、手工的、特殊的，而不是这个外面买到的工业的有标。我真的理解了大家，抱歉，我之前不理解。你看到这个心意啊，真的是满满啊！在想是他自己，我说让我的话，至少花10个小时搞不定，才会感到很感动嘛。所以今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我们就从走进大马啊，伴行大马，从一个观察者。同行者，我觉得今年变成了一个内部人。你看我上回做节目不小心都说我们这个新大马人，我已经把自己看待的角度都变了。那今年就是从走进伴行变成了融入大马啊，你从融入变成为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改变，而这个正是大马的这种年味啊，它在你身边环绕，改变你的思考，然后我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这个是对外国人蛮大的影响。是啊，我就想到李白一首诗嘛，人生得意须尽欢嘛，对我来讲，莫使金樽空对月，空对月。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今年就是不要去想还有一些什么事儿没有完成啊，或者说未来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把握当下。年的本身就是应该专注在这个里面，怎么去庆祝，怎么去学习别人找乐子的方式。对，你讲的太对了。就一开始，今天的烦恼明天再说吧。一开始是那种停在完全不知所以，停在想象，然后到今年就是你讲的，就是这种平时的感觉，你这个4个字太对了，就是活在当下，年味的一种活在当下。不知道大家听得爽不爽啊？爽的话，其实可以给我们点赞一下，转发到一个 WhatsApp 的群啊，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OK， 那么早上朋友啊转了一个过年捞生要用的1、2、3、4、5、6、7、8、9、10，说他的背一下，是一个他的老师啊转给他的，那别人是很有这个文化底蕴的啊，他转给我，那大家知道我的广东话还是非常非常菜、非常非常烂的，根本就不懂的，但我就是要看着把它念出来，这样的话呢，有一种搞笑的心态，你喜欢的话也就图一乐，或者来纠正我，你来纠正我呀，反正你又不能说话。好，我们请王太读华文的部分，我来试试看把它读出来，好吧？一帆风顺，你也来读读看。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好。二龙腾飞。好，你来念。一龙腾飞。
要我肯定念以龙等飞。三阳开泰，你来念。三陽開泰，我也觉得是三阳开泰。四季平安啊，四季平安，四季平安。我的想法啊，唐太呢？五福臨門，五福臨門。我念的话也是福臨門，六六大順。啊，那个 K 好发什么 ？lock 大順，我就 K 大 K 肯定不发 ，K 是一种快速的截断嘛，应该是。那我来念啊，噜噜大順，噜噜大順。七星高照，升高就，開心高就，八方來財，八方來財，是嗎？我不知道，八方來財呀，九九同心，九九同心，九九同心，十全十美呢？三重十美，这一个什么大马的地方？什么不知道？三重三美，我乱讲啊，朋友们，我是乱讲啊，你们敢来纠正我啊？好，百事可乐，百事可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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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事吉祥，天事皆祥，天事皆祥，天事皆祥。好了。大家图一乐啊！如果你开心的话，帮我们转一转，大家知道对大家的祝福，这是我们频道应得的，我们做的这么好。等一下，万事如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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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如，拜拜。拜。